大陆电动车换电。弯弯电动车换电。 First blood!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Quadra kill! Penta kill! 很多人一提到台湾，脑子里第一时间浮现的画面，往往不是高铁，不是地铁，而是密密麻麻的机车。清晨上班，路口红灯一亮，最前面整整齐齐停着一排机车；晚上下班，巷子里、便利店门口、夜市旁边，到处都是机车的身影。在台湾，机车不是交通工具，而是一种已经融进生活节奏里的存在。也正因为这样，只要你在台湾生活一段时间，很快就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只要一聊到机车，话题几乎一定会拐到一个名字上 ，Gogoro。很多台湾人已经不太说电动机车这个词了，更常见的问法反而是你是骑 Gogoro 的。在这里 ，Gogoro 已经不太像一个品牌，而更像一种默认选项。但如果你只是把 Gogoro 理解成台湾卖得很好的电动车，那其实只看到了表面。Gogoro 真正厉害的地方，从来不是车，而是它重新定义了机车该怎么用电。在大陆，我们骑电动车几乎所有焦虑都围绕着电量展开。今天跑了多少公里？回家还够不够电？晚上要不要记得充？哪怕你骑的是电动摩托，本质上还是在管理电量。而 Gogoro 从一开始就想把这整套思维直接删掉。你买 Gogoro 的时候只买车，电池不是你的，是系统的，是平台统一管理的。你不用关心衰减，不用纠结寿命，更不用算几年后要不要换电池。这些事从一开始就被平台接管了。没电了怎么办？答案简单到几乎不需要思考，换。不是插，不是等，而是去路边的 Go Station 换电站，把旧电池插进去，拿2块满电的出来，30秒继续骑，非常的方便。重点并不在于30秒有多快，而在于你几乎不会为了换电这件事专门去做什么，因为换电站本身就在那里。便利店旁边、路口转角、商场外侧、社区边缘，换电站像自动售货机一样陷进城市里。你不是为了换电绕路，而是在日常骑行的路线中顺手完成。慢慢的，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你不再计算电量，不再担心今天适不适合骑车，电这件事彻底从你的生活里退场了。也正因为这样 ，Gogoro 在台湾完成了一次非常少见的转变，从新科技变成了日用品。可问题也正是在这里开始的。很多大陆朋友会说，大陆也有换电啊，为什么体验差这么多？确实，大陆不但有换电，而且看起来还不少。换电柜、电池仓、平台 APP 一个不少。但真正用过的人往往会有一种非常真实的感受，大陆的换电用起来一点都不轻松，电池又大又沉，抱起来像在搬行李，换电柜步骤繁琐，站在那儿等系统反应，有时候不是没电，而是不想换。同样叫换电，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大陆的换电从一开始就不是为普通人日常骑行设计的。大陆换电真正服务的核心用户是外卖骑手、即时配送、高强度职业骑行。在这个逻辑下，最重要的不是省不省力，而是跑得够不够久。于是，电池越做越大，越做越重。一次换电是为了少换几次，而不是为了顺手。方向一旦定下来，后面几乎就没有回头路。你会发现，大陆很多换电电池单块重量就能让普通人皱眉。下雨天、冬天、夜里，站在换电柜前抱电池，对普通用户来说本身就是一种负担。于是，换电这件事慢慢从便利变成了忍一忍。而 Gogoro 的逻辑几乎是完全相反的，他从一开始就假设换电的人可能是女生、是老人、是上班族，是那种不想费力、不想思考的人，所以他宁可用2块小电池，也不用1块巨大电池，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为了让你在柜子前不会犹豫。你会发现一个本质差异，大陆换电是电池服务效率， Gogoro 换电是系统服务人。再看换电柜本身，大陆很多换电柜看上去功能齐全，但使用逻辑非常设备化，扫码、识别、确认、等待、开门，你站在那里是在配合机器。而 Gogoro 的换电更像是一套动作逻辑，插进去、拿出来、走人，整个过程几乎不需要你思考下一步。这背后的差别在于，大陆是在投放设备，而 Gogoro 是在铺城市接口。还有一个非常关键但经常被忽略的问题，密度。大陆的换电柜是能找到，台湾的换电站是躲不开。当你需要提前打开 APP 查位置、算距离的时候，换电这件事就已经从顺手变成了任务。而在弯弯，你几乎不会为了换电特意规划路线，
因为换电站已经在你每天必经的路线上。这不是技术难度，而是系统统一性带来的结果。大陆的换电体系最大的问题并不在能不能换，而在换完还能不能继续用。不同品牌、不同规格、不同平台，各自为战，每一套系统都想留住用户，结果却是谁也扑不灭。而GoGoRo选择了一条极其艰难的路，全弯弯统一电池规格，全弯弯一张换电网络。这意味着巨额前期投入，也意味着放弃短期灵活性。但一旦铺开，这套系统就会变成基础设施，而不是某个品牌的附属功能。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但决定成败的差异：心理预期。在大陆，大多数人买电动车心里默认一句话：车是我的，电池也是我的。你会心疼衰减，会在意健康度，而换电的本质是电池不属于你。GoGoRo从一开始就把这件事说得非常清楚，你交钱买的是稳定可用，不是某一块具体的电池。系统负责电池健康，用户只负责骑。但在大陆，很多换电项目既想让用户接受租电池，又不敢真正打破我买我拥有的心理预期，结果就是用户既不完全信任，也无法彻底依赖。所以绕了一大圈，答案其实非常清楚。大陆换电做不好，不是因为换电这条路错了，而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没有被当成一套为所有普通人服务的出行基础设施。大陆的换电更像是补丁，而GoGoRo的换电是底层逻辑。